尚留在此处的村民们顿时作鸟兽散，各回各家收拾去了。张教头一拱手，也带人走了。江踏哥等江家小辈被魏无羡遣去帮忙。魏婴，蓝忘机握住魏无羡的手，未能护好他，心里十分自责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厥词不达意，言语总是苍白。魏无羡以陈情抵住蓝忘机的双唇，不让他说话。看着他的俊雅仙君欲言又止的模样，魏无羡含笑道：韩光君，你这个小秀才，离了我就不行吧？哎呀，你别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我从来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，我只在乎你怎么想。他抱住蓝忘机，眼含媚波，语带娇嗔：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陪着我，宠着我，明白吗？魏无羡轻轻点脚，凑到他莹白如玉的耳边，呵气道：你可是我的人。蓝忘机心中酸涩，用力搂紧魏无羡，郑重道：你也是我的人。是非审之于己，毁誉听之于人，得失安之于数。他的魏婴从未变过。蓝忘机和魏无羡并肩立于前朝旧堤之前，大堤位于村庄10里开外，建得极是高大宏伟，其上可并排行驶5架马车，外壁以冷铁灌注，坚硬非常。仙门法术主要是斩杀邪祟妖兽，世间万物自有定规定法，伦理纲常。玄门艺术对付此等凡尘俗物，效力十分有限。即使灵力高强者如韩光君，欲在短短时间内回此大堤，亦要耗费不少功夫。倾盆大雨之中，望羡二人仔细推演合适的爆破方位，身上所带的可用符篆全部化作了爆破符，其上又仔细包裹好避水符，一一附于大坝内侧。符篆在雨幕中发出星星点点的澄澈蓝光，但远远望去依然是十分渺小。待到村民们全部转移到附近高山的官道上，爆破符启动之时，恐怕还需要蓝忘机以灵力全力相击。离日落只余不到2个时辰，蓝忘机为魏无羡吃了些什锦饭团，歉然道：未曾料到有此变故，没带什么吃食。魏无羡靠在蓝忘机肩头，一边舔手指一边道：二哥哥，这个就很好吃了，你加了什么？是梅子吗？酸酸的好解腻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蓝忘机唇角微弯，圈住他的腰，手掌贴在他丹田处，静静感受那处与往日不同的灵力波动。蓝忘机道：魏婴，你先歇歇，你金丹出城，需多加静养。魏无羡道：我就睡一会儿，大哥传讯过来，你就叫我。好。蓝忘机再多撑开一层防风避水符，把魏无羡抱在腿上，让他枕在臂弯里休息。大雨狂倾如注，天色晦暗阴沉，天地间一片静谧，只听得雨声江声，碧落高远，死声气阔，辽阔人间仿佛止于他二人。魏无羡在危急时刻惊险结丹，又奔波劳累半日，丹斧不稳，困倦不堪。魏无羡闭上眼睛，低声道：好哥哥，你唱首歌哄我睡吧。蓝忘机在他额间眷恋一吻，轻轻哼起那首望羡。魏无羡很快便沉沉睡去。魏婴，魏婴，醒醒！因有正事，魏无羡睡得不实，听到熟悉的声音便立刻转醒。醒来先搂过蓝忘机，习惯性地啄了4、5下。蓝忘机以手指轻梳他的长发，帮他高挽起马尾。大哥传讯过来，他们已全部攀上高山，转入官道。魏无羡道：那我们开始吧。山风呼啸，大雨滂沱，蓝忘机照出忘机琴，魏无羡并指念诀，启动了所有爆破符。轰！大坝底部被炸开数个大洞，但大坝太过坚实，爆破符果然不能炸穿。忘机琴音全力攻去，冰蓝灵力不断撞击在大坝底部，将爆破符炸出的大洞一点一点扩大加深。蓝忘机不断消耗灵力，倾力相击，魏无羡看得心疼不已。这样不行，蓝湛，我去安康河道收窄处，以凶尸水鬼做一层堤坝，河水过不了安康，必然倒灌此处，你再集水流冲撞之力破堤。蓝忘机立刻急道：不行，你刚结丹，不许离开。说完自觉语气生硬，又暗自懊悔。魏无羡安慰道：无事，我只用轨道，不过多动用灵力。魏无羡掏出2张传信符，一张塞进蓝忘机心口，一张放进自己衣衫内。
你若是成功毁堤，便用传信符通知我，我见讯即回。蓝忘机道：魏婴，务必小心，不可逞强。若有不适，立刻传讯于我。魏无羡照出随便，踏上飞剑，在剑上矮下身，亲了蓝忘机一下。韩光俊，今夜怕是来不及亲热了，你欠我一次，记得给我补上。魏无羡飞回村庄，村民们果然是早有准备，行动迅速。此时的村庄早就人去楼空，连鸡鸭鹅畜都已成群赶走。魏无羡吹响陈情，自村外坟地中照出数十具凶尸。突然，他听到一串婴儿哭声，在空无一人的村庄中格外清晰。魏无羡循着哭声寻找，竟在一处屋舍中找到一个不满100天的女婴。想是有村民重男轻女，趁此机会狠心遗弃亲女。魏无羡又在桌上找到一罐羊奶，许是弃婴者所留，以求心安。魏无羡只觉讽刺，一时气结，哭笑不得。自己喝了一口羊奶，发觉十分新鲜，赶紧用灵力温热了，一勺一勺喂给女婴。小婴儿先是惧怕陌生人的气息，哭闹一阵，后又因不熟悉被用勺喂奶，亦不熟悉羊奶的腥臊气味，想寻母亲，愈发哭闹。魏无羡又拍又哄又哼歌谣，不得其法。最终许是实在饥饿，小女婴终于肯让魏无羡用木勺喂奶。魏无羡少时带过的师弟最小也有6岁了，从没有带过婴儿，不敢喂快，生怕孩子呛着。喂完羊奶，小女婴安然睡去。时间已经耽搁不少，魏无羡暗自心焦。魏无羡无法，用布做兜，在自己身上缠了几圈，将女婴紧紧包在胸前，然后抱着女婴，驱着凶尸往安康河口疾飞而去。姜踏哥在白日里曾提及被前朝恶意冲毁的安康防洪大堤，如果魏无羡没有记错，此堤建于安康河道的收窄处，此处河水最是湍急，残堤时至今日也未得修缮。魏无羡打算从此处着手。凄厉夜雨中，魏无羡飞抵安康残堤，自他袖中飞出一连串的燃阴符，照亮了夜色中的汉江。水位早已暴涨数尺，汹涌的波涛卷裹着白色的浪花，怒嚎着向前奔腾。魏无羡仔细辨认，终于在滚滚浪涛之中找到了残堤。他抽出陈情，正待放至唇边，却突然顿住。转念一想，把陈情插回腰间，拔出随便，割下一小段干净的衣袍，将怀中女婴的双耳小心翼翼地堵住。小女婴兀自睡得香甜，小手软绵绵地贴住她心口，看得魏无羡心下一片柔软。魏无羡戳戳她的小脸，自言自语道：小姑娘，等我干完活，立刻带你去见我家韩光卷，她长得可好看了，是全天下最好看的人，你一定会喜欢她的。随后魏无羡再次抽出陈情，吹响了笛音。从村庄里一路带来的几十具凶尸率先跃入水中，立于残堤之上，结成尸阵，固定住方位。无数水鬼残骨从水底涌出，争先恐后地填入凶尸阵的缝隙之中。魏无羡催动陈情，以凶尸为桩，白骨作线，水隧填缺，迅疾无伦地修补起安康残堤。陈情笛音尖锐，划破墨黑长夜，在广袤天地间奔走激荡，响彻苍穹。重生归来，这是魏无羡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调动邪物。重重雨幕之中，鬼堤迅速筑起，在夜空下宛如一道长城。鬼堤下游水量猛地减少，水位开始下降，水流逐渐减速，但上游滚滚怒涛更加猛烈地撞击着鬼堤。魏无羡急吹陈情，一刻不停，召唤出更远处的凶尸白骨，秘密实事填入鬼堤之中。然而自然之力雄浑浩荡，个人力量何其渺小，纵然鬼道鼻祖如魏无羡，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。突然，魏无羡感到丹府内一阵猛烈波动，传来灵脉剥离一般的剧痛。糟了！魏无羡心想，金丹出城，尚未与鬼道之力调和，眼下怕是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互相冲撞了。自从得蓝忘机相伴，即便未结丹时，魏无羡也不曾大规模施行鬼道。此刻大量怨气侵蚀，又兼金丹出城，魏无羡不敢掉以轻心。魏无羡想，他答应过蓝湛绝不逞强，
最后一次施术稳固鬼堤，就带女婴返回。